四中全会刚定下来，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结果隔一天，政坛、军队、外交是连环爆雷。第一枪，地方大洗牌，内蒙古、辽宁、江苏3个省一把手齐刷刷换人，不是例行退休哦，21大卡位战是提前开打。第二枪，军中震动，南部战区司令吴亚楠突然传出被带走了，这可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上将，分量不轻。第三枪，刀把子出事儿，公安部长王小洪被爆出是喉癌2期，刀把子要紧，这一下习的安保防线开始松动了。第四枪，核心异常，习近平最近一瘸一拐的登场，步态不稳，再度引发健康的猜测。第五枪，外交突发，准备去韩国出席 APEC 的行程，连酒店都要提前整栋包下，却临时退订了。外界直接就问：习还去得了吗？地方洗牌，军头翻车，心腹病危，核心跛脚，外交翻车，这5大危机全压在了四中全会的前夕。接下来的21大，习近平还坐得稳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中共官媒新华社在9月30号宣布，广东省省长王伟忠要接替孙少聘出任中共内蒙古党委书记。表面理由是孙因为年龄原因卸任，但熟悉内情的人士却直言，这绝不是简单的到龄退休。从一个南方的省长调任北方的省委书记。孙少聘今年65岁，是正部级干部，理论上确实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根据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杜文爆料，孙少聘突然被免职，是因为卷入了王丽霞的案子。杜文在社交媒体 X 上爆料说，孙少聘被免职与王丽霞落马后咬出他有关。孙少聘在接任中共内蒙古书记后，他的儿子就经常到内蒙古参与各种活动，并且还和王丽霞的儿子关系密切，直到在今年6月，中央巡视组到内蒙古前才被赶走。他们共同插手的领域是非常的广泛，从工程承包、人事调整到矿山开发都有涉足。根据杜文判断，孙少聘未来结局恐怕是凶多吉少，接下来很可能会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也可能到中共人大过渡一下，量一量再办。而接任的王伟忠是从广东省长的位置上调任过来的，只比孙少聘小2岁，是清华水利工程系毕业，接任广东省长才3年多。这次北上接掌内蒙，既是火速调动，也显示了北京对内蒙古本土官员彻底失去了信任，需要派外来人来整顿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王伟忠曾因为肉麻捧习引起舆论争议。2018年，他在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专题班上放话，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深圳特区报还把这句话作为头版大字标题，引发了外界哗然，被批带有文革风。2021年，他在深圳市党代会上更是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如山似海的关怀厚爱，再次被嘲讽是逢迎拍马的典型。评论认为，王伟忠的政治风格是标准的表忠升官路。反共网红蒋网正表示说，王伟忠的调任是违反中共干部任用条例的，并且按照中共的退休规定，王伟忠还有17个月就到退休年龄了。在王伟忠调任内蒙古的同时，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孟凡利出任省政府党组书记，预计会接替王伟忠出任广东省长，填补王伟忠留下的空缺。孟凡利同样是山东籍贯，先后历任烟台市长、青岛市长、内蒙古包头市委书记。2021年底起主政深圳，仕途是跨越山东、内蒙和广东。孙少聘出局，王伟忠空降，孟凡利替补，这一串人事大调整不仅凸显了内蒙古政坛风暴未平，也折射出四中全会前夕中南海对地方大员的严厉清洗，还有重新布局。今天同时官宣的省部级官员调动，还有与内蒙古同步，江苏省长
许昆林也火速北上，出任了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接替了65岁的郝鹏。许昆林是1965年生的，出身国家发改委系统。2021年底出任江苏代省长，2022年正式成为省长，仅任职3年便跨省调到了辽宁。外界解读这是中央刻意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安排技术官僚型外来人马，借此加强掌控。和许昆林调令同时下达的，还有苏州市委书记刘晓涛升任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等于接手一把手位置。刘晓涛是1970年生，属于70后的省部级新秀，仕途跨越了广东、浙江、江苏3地。在2020年调到浙江任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2023年主政苏州，2025年5月晋升省委副书记，仅数月后就跃升省政府一把手。这种快进式的仕途显示出中央在江苏也急于完成平衡，避免许昆林离开后出现一个真空。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视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本人还有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再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是那台服务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它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呢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非常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还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您可以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师局的拼音，再打9折。30天内，如果您不满意，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款，可以说是无风险的试用。赶快点击节目下方的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吧。这场地方大调整的背后，组织部大管家的角色也浮出了水面。9月30号，内蒙古召开了干部大会，宣布王伟忠履新。宣布人事的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黄建发。这也确认了他已经成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了。王建发是65年生，浙江籍，长期是在浙江政法还有统战系统任职，之后进入中组部。他掌管日常，意味着组织部核心事务基本上就由他来执行了。从内蒙古到辽宁再到江苏，3个省的一把手同时换人，而这些任免不是地方例行宣布，而是由中组部大管家亲自出面宣布。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有观点认为，这不是普通的人事调整，而是21大前的一场权力卡位战。也有观点指出，今天同步官宣的4位封疆大吏都是团派的人，这些动作显示出团派在步步为营，沉稳布局，把席的铁杆全都换掉了。就在地方官场大调整的同时，军队内部也传出了惊人的消息。根据时评人蔡胜坤爆料，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上将已经被中共军纪委带走，但至今没有官方通报。吴亚楠早起曾经长期在沈阳军区装甲系统任职，原本并不是特别耀眼的人物，但是在习近平上台后，他的仕途就坐上了火箭。2014年晋升少将，2015年93阅兵上作为将军领队接受检阅，首次进入了全国视野。2017年升任第78集团军军长，2020年晋升中将，同年出任北部战区副司令兼陆军司令。2022年进入军委联合作战指挥部，随即被破格晋升上将。2023年
先后出任中部战区司令、南部战区司令。短短不到10年啊，从少将到上将，从集团军军长到战区司令，这样的升迁幅度和速度，在中共军史上是极为罕见。显然，如果没有习近平的破格提拔，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外界大多认为他是习家军。不过呢，吴亚楠的背景并不单纯，他出身沈阳军区，与张幼霞旧部有着密切交集。2007到2012年，张幼霞主政沈阳军区时，吴正是在这个系统历练。2015年大阅兵的时候，他和张的旧部黄明同方阵亮相，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吴又是张幼霞的人。张在军改后，透过吴亚楠、黄明等人，逐步在北、中、南3大战区布点儿，巩固实际控制力。吴亚楠的失踪引发了2种截然不同的分析。一是认为习近平主导了清洗，为了震慑全军，哪怕是自己亲手提拔的将领也要拿下。再有呢，就是反习势力的动作，军中可能已经形成不同的力量，有人敢于动习看中的将领，以平衡军权。无论是哪一种解读吧，结论都是一致的，军中派系拉锯已经进入白热化，而习近平能否继续稳住军权，就成为了一个大大的疑问。连习近平一路亲自破格提拔的吴亚楠都翻车了，下一个又会是谁呢？军内将领恐怕每个人都是人心惶惶。就在4中全会召开前夕，反共网红蒋网正在29号爆料，现任中共公安部长王小洪已经处于喉癌2期，即将在4中全会后被取代。蒋网正还表示，此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时收到，应该是比较可靠。王小洪可以说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亲信之一了。早年在福建与习近平共事，被称为习家军的核心成员。2022年出任公安部长后，他直接掌管公安特勤局，负责国家领导人还有重大国事活动的安保，被外界视为是习近平的贴身护卫。对习来说，王小洪是替他掌握着刀把子，掌握着公安部的特勤局，直接负责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及重大国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是习维系自身安全还有政权稳定的关键防线之一。如果王小洪因病被免职，这就意味着习最重要的家奴即将被换了。与此同时，中共公安部内部人士也频繁的异动。9月7号，官宣杨维林出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7月21号，中共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林志峰升任副部长兼特勤局局长。值得注意的是，林志峰被爆出和蔡奇有亲戚关系。根据蒋网正披露，林志峰娶了蔡奇离异的妹妹，因此蔡奇是林志峰的大舅子。这就意味着，如果王小洪真的因病退场，公安系统的实权可能就迅速地通过林志峰落入蔡奇手中。王小洪是否真的患病，目前官方没有证实，但传闻之所以引发强烈关注，是因为一旦王小洪退场，那么习的安保大权将被分享甚至转移，这不仅关乎人事，更关乎习近平他的政治安全。9月30号，习近平率一众中共常委前往天安门广场，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一众常委跟在习近平身后缓步绕行，然而广大网民的焦点却在习近平的腿上。从走路的姿势看，习走路的步态是明显异常，似乎右腿用不上力，有点拖行。而且呢，他的表情看起来也是忧心忡忡。而身后跟着习近平转圈的正国级高官们，似乎也是各怀鬼胎。蔡胜坤质疑说，跟着习近平转圈，能善始善终吗？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身体健康问题。今年以来，他多次被媒体捕捉到行动不便、步伐不稳的画面，尤其在西藏接见驻地官兵的时候，也是行步缓慢。健康问题在任何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属于敏感话题，在中共这种极度依赖核心的体制里，更是政局稳定的关键。习近平一旦出现重大健康隐患，不仅是个人问题，更会引发外界对权力交接的种种联想。更耐人寻味的是，习近平近期的标配动作接连消失，不发贺信，不亲自出席重要会议，由李强、张幼霞、蔡奇等人代班，这与他身体状况的异常出现了微妙的呼应。
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习的健康问题被视为观察其是否让权的重要变数。除了内政，习近平即将出席的外交活动同样出现异常。原来定于10月底在韩国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中共驻韩大使馆早已经包下了首尔新罗酒店整栋建筑，为习近平行程做安保准备。然而9月27号却突然全部取消了。难道习近平不去韩国了吗？要知道，习近平出访通常是在半年前就会包下当地的某个豪华酒店。为什么要提前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每次出行都会有数百人随行，整个酒店都要被中共全部重新装修，包括地毯、家具都得换一遍，进行清场检查，目的是保证习的绝对安全。而现在离 APEC 峰会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即使换一家酒店，习的安保要求也做不到了。那么习近平还去不去韩国了？如果不去，是身体原因去不了，还是不让他去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不论什么原因吧，这一事件都打破了习近平过去一切按最高规格出访的惯例，再加上他本人的健康异常，外交行程的不确定性，更凸显了中共四中全会前夕中南海的迷雾。在中共这种极度依赖强人的体制里，领导人健康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中共政局的大事儿。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